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今天我们将继续推进2025年重大刑事案件年度复盘特别节目。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家暴致死类恶性案件，主题为从家开始的杀戮。家是法律与道德共同守护的私人领域，本该是遮风挡雨的港湾，却在部分极端案件中沦为致命伤害的温床。家暴作为披着家庭外衣的恶性犯罪，其隐蔽性远超普通暴力案件，至亲之间的残害远比陌生人的伤害更令人窒息，也更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。接下来我们复盘2025年国内3起高热度家暴致死典型案件，按典型性排序，拆解每起案件的侦办细节、事发经过与司法处置结果，挖掘案件背后的共性问题，传递可落地的自救指引。透过这些案件，我们既能看清家暴的隐蔽与残酷，也能找到防范与自救的关键。接下来我们逐一复盘，一起走进第一起案件。犯罪嫌疑人彭福新，男37岁，受害者来女士，女34岁，二人系离异夫妻，育有一子11岁。彭福新性格偏激，有长期赌博恶习且存在暴力倾向，离异前长期对来某某实施家暴，甚至曾用尼龙绳捆绑来某某长达4小时。离异后仍持续纠缠控制来某某，不仅长期拖欠抚养费，还提前在来某某租住地门口安装隐藏摄像头，监控其出行轨迹和生活状态。2025年7月，来某某订婚的消息被彭福新获悉后，其骚扰行为愈发频繁。而来某某为保障11岁儿子的成长环境，未采取强硬反抗措施，最终酿成悲剧。该案案发后，临沂儿子开门引父家暴母亲致死，临沂34岁女子被前夫家暴身亡，冲上抖音全国热榜 TOP 3，百度搜索量超800万，权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。2025年8月10日晚，彭福新通过门口安装的隐藏摄像头确认来某某已回到租住地后，随即前往该地。由于来某某不愿意为其开门，彭福新便以探望儿子、给儿子买零食为由，利用11岁儿子对父亲的思念之情，诱骗儿子为其开门。进入屋内后，彭福新刻意伪装温和，兑现承诺，带儿子下楼买了零食，随后一同返回出租屋，以此彻底降低来某某的警惕心。回到屋内后，彭福新立即卸下伪装，向来某某询问能否和好。在遭到来某某以订婚为由拒绝后，情绪彻底失控，对来某某实施残暴施暴，持家中刀具反复捅刺。来某某多次求饶，哭喊着恳求，看在孩子的面上别杀自己。11岁儿子哭喊着上前劝阻，被彭福新一把推开，呵斥威胁。施暴持续近40分钟，来某某最终因伤势过重失去生命体征。11岁儿子全程目睹母亲被伤害的全过程，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。事后他反复自责，如果我没开门，妈妈是不是就不会死？彭福新提前安装的摄像头记录下其出行、诱骗儿子开门及施暴前后的部分轨迹，成为案件侦办的关键证据。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，确认来某某已无生命体征，法医鉴定结论为单刃刺器刺入胸腹部，致心脏破裂死亡，全身共被刺28刀，其中5处为致命伤。彭福新施暴后在客厅停留片刻，随后拨打110投案自首，对自身施暴行为供认不讳，当日被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依法刑事拘留，涉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。2026年1月23日，该案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彭福新当庭辩称自己是激情杀人，目前尚未当庭宣判。受害者家属明确表示拒绝任何谅解，不接受任何赔偿，唯一诉求是依法判处彭福新死刑。11岁儿子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、抑郁症，出现沉默寡言、失眠多梦等症状，需长期心理疏导。该案引发全民讨论，聚焦低龄儿童面对父母家暴该如何正确应对，寻求帮助。相关部门也借此加强了低龄未成年人反家暴引导和心理干预。
犯罪嫌疑人张某明，男47岁，辽宁盖州人。受害者张某平，女43岁，黑龙江人。他们都曾有过一段婚姻，二人二婚结合后又再次离婚。婚姻存续期间还育有一个8岁的小女儿。张某明在婚内长期对张某平实施家暴，施暴行为从未停止，甚至连两人8岁的小女儿都曾被张某明打骂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两人2025年2月办理离婚证时，张某平的登记照片上满脸淤青，可见当时就正遭受家暴折磨，却始终未能果断逃离。离婚后，张某明始终不愿接受分离的事实，长期对张某平实施纠缠、骚扰、威胁行为，没有明确经济纠纷或其他深层恩怨，仅因个人执念持续纠缠，最终因争执升级，引发致命施暴，酿成悲剧。该案案发后，营口43岁女子被前夫殴打致死，冲上抖音热榜，百度搜索量超500万。央视新闻、央广网等权威媒体均第一时间转载警方通报，跟踪案件进展。2025年8月29日，盖州市公安局卧龙泉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开展日常走访工作时，发现辖区居民张某平家中有异常。进一步核实后得知，张某平已被人暴力伤害，且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民警立即启动案件侦查工作，经初步排查、走访周边群众及核实相关线索，警方迅速锁定张某平的前夫张某明为作案嫌疑人，确认张某平所受重伤系张某明殴打所致。据营口市中心医院出具的病情报告显示，张某平被殴打后确诊为直肠破裂、腹盆腔积液积气混合型休克，伤情危急，被紧急送往 ICU 抢救，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未恢复意识。张某明施暴后未当场逃离辖区，警方于当日即完成嫌疑人锁定，同步开展抓捕工作。受害人的大女儿于女士24岁，是张某平与前夫所生。她在得知消息后，在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，详细披露母亲长期遭受家暴，此次被殴打致重伤的遭遇引发网友广泛关注，也让这起家暴悲剧被更多人知晓。张某平因直肠破裂引发严重并发症，经 ICU 全力抢救8天后，于2025年9月6日晚间抢救无效死亡。8月30日，盖州市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明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。9月，检察机关已正式批准对张某明予以逮捕。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办理阶段，尚未有一审开庭及判决结果披露。9月7日下午，盖州市公安局针对该案发布官方紧急通报，明确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展，表态司法机关将依法公正处理此案。悲剧发生后，张某平留下了2个女儿，24岁的大女儿于女士独自承担起照顾8岁小妹妹的责任。小女儿因长期目睹母亲被家暴、生父施暴，已出现恐惧、胆怯等情况，急需心理疏导。案件进展曝光后，再次引发全网热议，网友普遍呼吁加大家暴惩处力度，强化对离异后女性的安全保护。相关部门也借此重申，离异后纠缠施暴同样属于家暴犯罪，婚内家暴更不应被隐忍。犯罪嫌疑人金浩，男27岁，受害者刘明瑶，女25岁，系夫妻关系。2021年10月结婚，婚后仅13天，金浩就在酒后对刘明瑶实施家暴。据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通报、二审裁定通报、新华网报道及受害者家属证言，金浩长期对刘明瑶实施家暴。刘明瑶婚后4年常年被打，却因害怕家人担心，顾及自身处境，谎称伤痕是骑车摔伤，夏天甚至刻意穿长袖遮挡。家人察觉后与金浩沟通，金浩不仅不思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其母亲张杰不仅纵容儿子家暴，案发后还协助金浩掩盖罪行，破坏现场。该案案发后，相关话题长期占据热搜，百度搜索量超1000万，成为2025年家暴典型案件，被多家权威媒体报道。2025年8月21日晚10点左右，金浩酒后回到家中，与刘明瑶就他的婚外情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。网传金浩的婚外情对象是其单位的女同事，
二人同为检察院的编外人员。案发前，该女同事还曾被传怀有金浩的孩子，为此，金浩多次向刘明瑶提出离婚，但刘明瑶因顾虑自己无法取得孩子抚养权，始终没有同意。两人因婚外情产生的矛盾持续升级，当晚的这场争执正是他们长期矛盾激发后的总爆发。争执过程中，金浩情绪彻底失控，先用一把玩具刀击打刘明瑶，划伤其手臂、臀部，随后将刘明瑶先后拖拽至客厅、东北卧室，用拳头、巴掌持续多次击打其头面部、胸部及肢体等部位，施暴不断升级。当晚11点14分，刘明瑶不堪忍受，微信告知金浩母亲自己被殴打，希望获得帮助，却未得到有效干预。施暴结束后，金浩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，反而回到另一间卧室玩手机休息。直到次日7点左右，才发现刘明瑶躺在地上，已无心跳。随后慌忙联系母亲张杰，二人在家中疯狂清理作案现场，擦拭地面血迹，破坏监控设备，清洗带血床单，藏匿带血物品，试图破坏第一现场，逃避法律追责。8月22日，刘明瑶父亲赶到医院后，发现女儿已死亡，随即拨打110报警。警方经排查后，抓获金浩、张杰母子，二人对自身犯罪行为均供认不讳。法医鉴定结论为，刘明瑶系头部重击致颅脑损伤，失血性休克死亡，身上伤痕新旧交错，符合长期遭受家暴的特征。2025年12月9日，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，金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张杰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。金浩不服一审判决，提起上诉。2026年1月13日，该案二审开庭。1月22日，二审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结果曝光后，沧州金浩杀妻案二审维持死刑。婆婆帮助儿子毁证，冲上全国热搜 TOP 1，引发家暴中家人纵容的危害深度讨论。新华网、央视新闻等权威媒体均对判决结果进行了报道。以上3起家暴致死案件是2025年全网关注度最高、最具典型性的同类案件。我们复盘的核心是通过拆解案件细节，理清家暴案件的高发诱因，明确防范关键。结合这3起案件的侦办细节与判决结果，此类家暴致死案件的共性特征十分鲜明，也是我们防范的核心重点。受害者长期隐忍，客观上助长了施暴者的暴力气焰。施暴者都存在性格偏激、酗酒等问题，将暴力作为控制他人的手段。部分案件中，受害者求助渠道不畅，不敢果断逃离，加之社会干预不足，最终导致悲剧发生。而网络关注与司法介入，正是遏制此类暴力、维护受害者权益的重要支撑。接下来要分享4条核心自救指引。1是拒绝隐忍，家暴一旦发生，绝无悔改可言，果断止损是首要原则。2是及时求助，110报警，12338妇联热线是官方求助渠道，切勿独自承受。3是固定证据，伤痕照片、就医记录、报警回执、施暴录音录像，都是后续维权与案件侦办的关键。4是果断逃离，优先保障自身安全，尽快脱离施暴环境，通过法律途径解除婚姻或同居关系，必要时寻求庇护。从司法实践来看，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，而是明确的刑事犯罪。施暴者无论是否有亲属关系，均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纵容家暴的行为同样可能触犯法律。遏制家暴既需要司法机关从严惩处，形成威慑，完善救助与监管体系，也需要每一个人摒弃旁观者心态，发现家暴行为及时报警，为受害者提供必要帮助。每一起家暴致死案件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，更是对社会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的践踏。我们希望通过本期复盘，让更多人认清家暴的危害性，掌握自救方法，更希望每一个身处家暴中的受害者都能鼓起勇气，果断求助，守住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2025年重大刑事案件复盘，请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。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